第74章能不能成？谢明军要离开百盛鞋厂，这事儿既然是郑小军说的，那肯定就错不了。但是谢明军自己却不流露分毫出来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耍耍。老唐为了拿下百盛鞋厂的行业网站单，天天跑这边，我还以为老谢这边能够帮老唐推动，现在看来纯粹是扯淡。所以这就是深圳，老谢跟我的关系算是比较紧密了吧，但是他跟我还是留一手，可能不只是留这一手，应该说大多数的事情他都不会跟我讲。如果不是郑小军，可能我和老唐还要围着他兜兜转转，最后颗粒无收。我跟老唐讲，说谢明军那边跟不了了，他都是要走的人了，怎么可能做行业网站？这事儿就算他想做，背后肯定也有掣肘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事儿还是只有找老黄，但是黄海山更难对付。这个人和他一起玩觉得好玩，但是想赚到他的钱绝对不容易。别的不说，就从他搞的这一套管理模式就能看出黄海山不简单。他一个人18个品牌，几十家工厂，但凡是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他都能给人家画一张大饼给人家。这样的本事的确是厉害，像这样的人要跟他做生意哪里那么简单？我想到老黄，就想到了马从敬跟我讲过的一个道理，马从敬讲越熟的人，生意有时候越难做。就像我现在和老黄之间关系看上去处得不错，但是生意难做，因为双方都要面子，我这边不好意思跟他推得太厉害，而他那边又不好意思太露骨的拒绝，往往这种情况，有些事情就谈不透彻。生意上的事情只要没有把话说透，合作就难。所以现在我和老黄谈生意就难在这里。我想了想，把这个情况给老唐讲了一下。老唐道，你把黄总的电话给我，我直接跟他联系，关键是要约到他，如果能约到他，我和方柔一起去，大不了这个但我跟方柔合作做出来。我一听老唐这么说，便直接把方柔叫过来，干脆让方柔打这个电话。女业务员有先天的优势，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在电话这一块，亲和力好，容易消除别人的警惕心。方柔抓起电话就联系黄海山，然后一通电话他就成功把人约到了。黄海山2天之后就会来深圳，到时候方柔和老唐就可以直接去见他。这一次见面我没有出面，而是躲在幕后跟他们准备了详细的资料。我们差不多熬了2夜，我把能讲都跟他们讲了，甚至还策划了几个应对不同局面的方案。然后2天之后，方柔和老唐去见了黄海山。我差不多6点多钟接到黄海山的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我便道：黄大哥，没有想到您给我来电话，是不是回深圳了？黄海山在电话里哈哈大笑道：老弟，我这几个月忙啊，全世界各地跑，刚回大陆没多少天，实话讲有些想老弟了，要不晚上我们聚一下，我来安排。我说黄大哥盛情邀请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来。我说下午6点我肯定到不及。我心中清楚，黄海山这么急着给我打电话，应该是老唐和方柔2个人见他有了成果，应该是我们搞的行业网站的思路让老黄动心了。但是老黄城府深，我们之前设计的那一套逼单签单的说辞套路对他肯定不顶用，他找我一定是跟这件事有关系。我想了一下，决定去，不急我一定要带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关键时候我能够跟老黄演示行业网站的一些资料。我忙活的差不多了，看到老唐和方柔2人无精打采的模样，心中觉得好笑，道：老唐、方柔，你们不要太悲观，这个老黄我熟悉，不是个简单的人儿，今天你们见他肯定没捞到好，是不是？你们想啊，如果说他真的不想做，完全可以说好听的话，这年头好听的话是最廉价的，但是他偏偏没有这么做，反而挑刺讲话很难听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应该还是很在意我们的这个产品的。我又跟2人举了国足的例子，全国人民都骂他们，但是一旦有比赛，大家还是忍不住要去看，这就是关心。现在老黄恰就是这种情况。我们做电话营销的其实不怕客户骂人，客户在电话里面骂人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好解决问题，我们最怕的是那种很冷静的客户，他们跟我们讲道理摆事实，这种客户最难对付，因为他们很理性。从福田到布吉并不远，我坐在公交车上琢磨公司的人和事，我忽然发现现在的博越公司和1个月之前给我的印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并不是因为公司出现了大的动荡，而是因为我的身份和角色变了。以前我跑业务，拼着一股不服输的信念，拼着年轻气盛的那股刚猛劲儿，我什么人都不怕，什么挑战都敢接。我很多次绝处逢生的打破公司的记录，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，而现在我角色转变了，发现以前的那些刚猛劲儿，天不怕地不怕愣头青的搞法行不通了。我需要盯着部门的每个人，我要抓住每个人的弱点和优长想办法。这个工作比干业务其实要难很多。另外从压力的角度，我干业务的时候，一个人赚钱亏钱都是自己的事情，但是现在我的压力太大了。首先我必须要保证业绩，这样我才能在公司生存下去。公司1个月几8部发了大几万的工资，如果我不能有好的业绩保障，公司要在我这里亏钱，我这个经理能干得长吗？还有，老唐都讲了，兄弟们跟着我赚不到钱，
他们能一直跟着我吗？所以现在我压力非常大，因为这个月出单很不够，新员工出单率低，老员工花了很多时间在行业网站上面，但是行业网站只吹风，没有下雨，难受。所以我决定自己这一次去一定要搞定老黄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壮公司的士气，壮部门的士气。当然，我的想法很好，能不能实现却真不一定。